咱们大娘子这个姐姐康王氏，孩子们叫她一声姨妈，每次来都撺掇着咱们大娘子，以后还是少来吧。林小娘私卖田产，也是败家之相。眼下内宅之中，实在没有别人能够担此管家重任，儿子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才来请教。你是想让我来管？母亲能来自然是好，恐怕劳累了母亲。或是你想让我来做这个恶人，在大娘子和林小娘之间选一个，黑锅由我老婆子来背？母亲如此说，儿子无力自容。我不过说笑罢了，你且坐下。真要让我出主意，挑个人来替大娘子管家，我倒有个人选。如安，哎，把那册子拿来。宁兰，这字迹也只有她了。啊？母亲不是说笑呢吧？明兰不过才及笄，又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她怎么管得了偌大一个内宅呀？你仔细瞧瞧，这都是平日明兰一笔一画记下的各房各处日常开支用度等事。我问他记这些做什么，他说，一是练字，二是学学管家理财之事，这也是闺阁女儿分内的功课。如兰跟着大娘子，墨兰跟着林小娘，都能耳濡目染，他就只靠平日多留心学得，不能学得10分，也能学得1、2分。他是个好孩子，给他2个姐姐都要懂事。你看他一笔一画记得多清楚，有些账目不清楚的，他还能查出差错来，这就是有天分了。管家理事必是把好手。再有一层，明兰几句话给你提了醒，使你在皇宫脱困。他有这样的见识，家事上也能一碗水端平。那就让明兰暂代管家。那管家就要有个管家的样子，明兰也该自立了。叫人把寿安堂旁边那个院子收拾出来，让他单独住。当家人也该有个当家人的派头。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不愿意做大管家呀？不是的，祖母，孙女儿只是觉得在您身边待的挺好的。姑娘大了，总要离开父母，总要嫁人，总要离开家的。今后是苦也好，甜也罢，都由你一个人担着。若一味宠你，祖母倒是想一味宠你呢。只有狠狠心了。祖母的苦心，孙女怎么能不明白呢？那既然祖母和父亲都信得过，那孙女就斗胆试一试。还斗胆试试？昨日你在威仁轩替我传话，有分寸有力度，我就看出来你有这个能耐。在祖母面前就别装傻了。哎呀，人家想在祖母面前一直都是孩童，一辈子都长不大。你放心，若有什么难处，祖母定会相助。明儿我就派身边得力的女使过去，由你差遣。有什么不顺心的，尽管告诉我。祖母，女使还是先不要了。既然要管家，又要理财，那就不能事事都让祖母操心。
若万一孙女顶不住了，我再向您求援。林小娘的人曾暗中来我家寻访，又在东街头露过脸。据小蝶想，这里住过一个姓张的郎中，就曾在你家看诊。我想，定然着落在他身上。我们急找去，四邻都说原先确实住此，如今却又不知所踪了。你姨父已去探听，尚无音信，恪尽心力，姑娘，望我二哥送了一只官窑花菇来做贺，摆在哪里好？姑娘，摆这儿行吗？林七格送了什么过来？墨兰姑娘好像送了一幅画，我给姑娘拿过来。姑娘，你看，四姐姐竟然送了我一幅舐犊情深的画。是啊，快把四姐姐这幅好意，跟我小娘的那幅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挂在一起。哎，好。这就对了，挂在一起，让我日日夜夜都能看到，不要忘记。姑娘，你烧东西呢？练字写坏了。这几日你别总惦记着写字了。咱们刚过来，姑娘得看着点儿，别让下头把事办坏了。有你瞧着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可不好瞧着。老太太不是要姑娘挑几个得力的人过来吗？姑娘为什么不要啊？咱们毕竟是个新院子，这加上吴与小桃也一共没有几个人，这万一有什么闪失支应不过来，可怎么办才好？不用着急，自然有人送过来，谁还会送人过来呀？就在这2日。瞧老太太这做派，我给那院子整了2、3次了，都说不好，非要官人亲去请什么泥瓦木工来修整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六丫头一辈子要在这院里当家做主。大娘子别和小孩子置气，老太太自己不管家，丢了6姑娘出来，也是为大娘子想，免得管家权去了林小娘手里。林秦霜那小贱人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整不死她，害得我管家权也丢了。他家祖坟上是冒了什么青烟了？大娘子昨日叮嘱的事儿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然就让九儿和银杏到6姑娘房里听差遣吧。九儿是你亲生的，你舍得把她放出去？就因为是我亲生的，过去了才不怕被6姑娘笼络了去呀。等九儿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我定会给她多多备一份嫁妆。多谢娘子。2位姐姐安好，我来晚了。六妹妹分院出去了，头一日回寿安堂请安，祖母啊，自然是舍不得放妹妹走，哪像我们呀，才说了2句就被打发出来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祖母就是喜欢瞧小六，就是不喜欢瞧你，你羡慕也羡慕不来。说的是啊，
如今六妹妹是祖母心尖上的肉，又是当家的人，就算迟些给大娘子请安也没什么。大娘子难道还能罚你不成？四姐姐这话说得怪。大娘子若是罚了我，便是责怪祖母；大娘子若是不罚我，又像是怕了祖母。四姐姐一句话，打着我的招牌，扯着祖母的旗子，又对大娘子不依不饶，一箭三雕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你今天活过来了？你这是污蔑，这是诛心。你说我污蔑你，那姐姐就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所以大娘子就用不着罚我了呗。你还真以为这个盛家是你当家做主？大娘子已经坐定，请各位姑娘过去请安。小心台阶啊，四姐姐。坐下吧。我来晚了，劳累大娘子久等了。快给明丫头端一盏参汤来，让她尝尝。谢谢大娘子。坐吧。母亲，六妹妹自己独立了门户，您可得多疼着她，免得有些人欺负她。明丫头从小秉性弱，打扬州过来的时候在船上病了一路呢，好在这些年在老太太跟前养得好。如今你立了门户，自己有了院子，我也多欣慰。只是你身边伺候的人，小的小，老的老，都不顶用。刘妈妈。是。六姑娘，这两个是大娘子二等女使，屋里的惯手，最是体贴耐劳。今日大娘子就给了六姑娘使唤，免得姑娘又立院又管家的，累坏了身子。银杏、九儿见了六姑娘，给六姑娘请安，六姑娘万福。那大娘子把得力人都给了我，那身边不就没人了吗？现在管家权从我的肩膀移去了你的肩膀上，我也用不上这么些人。瞧您说的，你别嫌他们笨手笨脚才好。是，大娘子身边的姐姐自然是我最敬重的。快尝尝。六妹妹如今做了当家的人，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，好不厉害啊！夹枪带棒的难道不是四姐姐吗？怎么？难道你迟了，反要我说好话不成？人要脸，树要皮。若我第一日就让了四姐姐一顿排头，胡乱打了，我丢面子是小，可祖母丢了颜面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为了祖母的面子，我就算是得罪了四姐姐，也不得不把场面撑下去。你先是当了祖母的传话人，如今又管了家，这没几日，嘴倒巧起来了。四姐姐何必和我置气呢？咱们家姐妹3个人，论相貌，论才学，论在父亲心里的位置，四姐姐可都是头一份呢。你不用口甜舌滑的哄我开心。四姐姐上有林小娘，下有3哥哥，貌美才高。这外头多少嫡女都不如四姐姐有派头。我只是一个孤女，既没了生母，也没有兄弟。祖母也不过是看在我丧母的份上，怜惜我一点。四姐姐和我置气，逼得我不得不回击，或名或利，姐姐又能得到什么呢？你年纪轻轻又长了家，谁能比你更有派头？四姐姐玲珑七窍心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我这管家的事儿，只不过是一时的，遮遮掩掩的。日后啊，日后，
祖母性情寡淡，最烦俗物的。我受他老人家教养，也只不过是低头过日子。难道还真在盛家管一辈子家不成吗？等风头过了，事情平了，咱们这管家的事儿，肯定还是要找人来操持的。谁呀？自然是为着盛家着想的人了。你我都没有福气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头，自然是同病相怜的。和聪明人说话有一桩好处，就是话都说出来了，心里也就都明白了。还真这么说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我跟云哉啊，听得真真的。在这个家里，还有谁是为盛府着想的？大娘子又是到处放栗子钱，又是阶级王家的，为盛家着想的，不就只有小娘你了？老太太恐怕是刻薄上我了。她如若真的想让我管家，替我说两句好话就是。你爹爹还有不依的，何必拿六丫头出来当幌子呢？阿娘，你也忒心急了。三哥哥，还有你卖铺子的事情，才过去几天呀？就算祖母想给你，也不会这么快呀。总归是要拿六丫头啊出来。哎，六丫头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她亲娘的事儿？娘，你这干嘛呀？乖，你告诉娘，她有没有提过呀？啊？我记着她是没有提起过。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？怕是她早记不得她亲娘的样子了吧？我8岁时候的事情，我反正是不记得。8岁，只恐怕8岁已经太大了。阿娘，我觉得六丫头的话也不能全信。大娘子不是给她房里塞了2个丫头吗？咱们也选2个塞过去。你能这么想，就说明你会盘算了。你哥哥呀，都是被屋里那些莺莺燕燕给消磨的，挑2个最狐媚的过去，送给他便是。可是，万一六丫头不肯要呢？必须送出去，不然你哥哥怎么考得上？况且如今他犯下了大错，只有做出恭敬的样子，你爹爹才能回心转意。娘，不光是哥哥，还有你卖铺子的事呢。想是红郎还气着，双儿也就不敢来。今日有事，要请红郎定夺，才厚着面皮子来求红郎一趟。你都如此专断独行了，还谈什么定夺？双儿知道红郎从来没有信过大娘子说我的那些乌涂阿杂的话，只是恨我去外面买卖铺面田地。
你今日难不成是来做茶的？当初我没多大，刚要议亲的时候，家里就突然败了。我带着生病的母亲，四处飘零，无依无靠，饥寒交迫，四处乞讨。那天母亲也没了，我只能用席子卷着她下葬。现在有时我半夜醒来，一侧脸看见红狼，才想着得救了，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日子了。红狼就是双儿的再生父母。这些都过去了。我是个被吓怕了的人。那天听说红狼迟迟没有回来，我当时就想到了被抄家的那一天。我同大娘子说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手上还是有些交子银票最好。大娘子说我胡言乱语不吉利，我只是怕万一家里有什么不测，这才出去的。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心里又没什么决断的人，不像大娘子这样的官僚世家心里拿得定。我只是怕，万一红狼有什么事，手上有些没名目的银子，也好去疏通疏通关系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红狼你这么有本事，就这么安安稳稳的，自己就回来了。果然还是大娘子明白时局，我真的是不如她，白白的让家里人笑话了一场。你要问我什么？还不是风儿这个蠢材的事。风儿同我说，六姑娘单独立院，人手不够，想送2个女使给六姑娘使唤，只怕哥哥送妹妹人口不合规矩，才央了我来求主君讨个恩许，求主君给个准话，我好告诉风儿。这才是手足情深嘛！看来打他一顿板子，与他还是有益处的。好好念书，自然有他的日子。红狼若是忙完了，夜里来看看风儿功课吧。他念着书，这些天都没有出去了。好，回头我去瞧瞧。他若再惹事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不等红狼来，我亲自打断他的腿。三哥心里头想着，不能六妹妹使唤人不够，自己呼农唤婢的不合适。这2个姑娘，一个叫可儿，一个叫媚儿，资质粗陋，望姑娘收下，不要嫌弃。那就请代为谢过三哥哥了。乔姑娘说的，他们能派上用场，是修来的福气。辛苦了，周娘子。小桃，送送周娘子吧。哦，不必客气了。我还能再见到三哥吗？若是这位妹妹不舍旧主，还是回本处的好呀。六姑娘，这丫头不懂事儿，日后还要多顾着点。他们都是林小娘和三哥哥的颜面，我自然是最为敬重的，请周娘子放心。
哟，周娘子来了。哎呀，还送来2个女使，真是巧了。老太太也给咱们六姑娘选了个拔尖的人来用。翠微，你来见过了周娘子。周娘子庄安。六姑娘安好，奴婢翠微，本是老太太身边的内宅1等女使，以后过来伺候六姑娘。寿安堂到六丫头那院子也就2步路的功夫，前面喊一嗓子，后脚老太太就能到，也难怪你会迎面碰上房妈妈。这老太太啊，存着心呢。真是好心机呀！这六丫头是故意不带寿安堂的人去她院子里，空着位置的。空着。故意空着。没错。总不能老太太派一个，大娘子又派一个，这一来一去不就成了婆媳打擂台了？所以啊，要故意空着位置，等我们安排完了人，老太太好再推一个更高辈的女使过去。所以老太太让屋里头1等女使过来，就是为了压着我们的人。可不是吗？那个翠微一去，不就坐了院子里主管的位置？咱们木仓斋是个新院子，既然认了新主，就要合新主的规矩，一举一动也要有个章程。是。1则不得妄议主家行事，2则当值应当恪尽职守，不得擅离；3则不可吵架生事；4则不得妄入正屋；5则各司其职，不可推诿。我不明白，若有人找我的事，我是能说不能说？究竟怎么叫做不得吵架生事？九儿姑娘，现在就是吵架生事。翠微姐姐好大的官位啊！翠微姐姐不要吓唬我们，我们是最恭顺的了。就是。九儿姑娘再多说一句，恐怕我就要和你吵上几句。但若真吵起来，就是触犯了第3则。我与九儿各5戒尺。丹菊，你来掌刑。姑娘，若他们不肯听翠微姐姐的，可怎么办啊？听了有听了的好，不听有不听的好。姑娘这是打佛系呢。先盖上。九儿姑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把六姑娘看顾好，也是一场缘分。我是年龄大些，位也高些，又仗着老太太，福也托大些。但愿各位妹妹不要嫌我才好。给我1旋错刃水就好。又吃冷酒啊？冷天吃冷酒，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姑娘花样真多。你说这六姑娘能有这么聪明？你怎么那么蠢？这种连环扣，六丫头小小年纪，她怎么想得出来？哦，肯定是老太太前思后想算定的，就是要警告我们，谁也不能拨弄她心尖上的六丫头。这前些日子，老太太还清静，屋里的庙一般。自打养了这六丫头，婚也开了，
气色也好了，也有力气爬紫云山了。瞧那模样，倒是想生个千秋万代，给这丫头嫁人铺路，攀了高枝。这半截入土的人了，还那么多心思。小娘，且忍一时吧，可千万别跟老太太对冲。这日后管家的事情，终究是要老太太点头的。等有朝一日出了头，祖母怎么样了？老太太就等着你来呢。祖母怎么说病就病了？郎中怎么说？把院子看牢。是。我这孙女最是孝顺，听说我病了，跑马也是要回来的。就你有说嘴，可让你这乖嫩嫩孙女啊，去看看我带的料子，你看好哪一批，挑了去做衣裳啊。祖母，你不是说你病了吗？怕你家婆母事多，你来不了，诓你的。来，这位就是我常与你们提起的贺家祖母，现在进京来安住，我便请过来一起热闹热闹。这位是贺祖母的孙子，叫贺洪文。祖母安好，贺家弟弟好，盛家姐姐庄安。两位远道而来，不如在家里多待上几日，正好啊，陪祖母热闹热闹。这孩子真懂事儿。哎，方才老太太还说给你们几个姑娘带了缎子做礼物，快去看看吧。母亲，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大娘子是个直爽人，我也不爱虚闹的。这东西啊，搁在屋里呢，咱们一块儿去瞧瞧。走吧，六妹妹一起。哎呀，她选过了，你快去吧。走，一起去看看。你坐下，你也坐下。您请坐。小桃，哎，快给客人续茶。是。这料子怎么还没看完？可能是料子太多了。再多的料子也该看完了呀。可能是料子太好。做郎中实在不易，来看诊，还要带着料子来绕弯子。做女子也不易，看诊还要收家里祖母卧床。不错，自古以来都有讳疾忌医，
女子归为更艰难，恶疾无疑是刀枪剑戟，令姐殊为不易。真的这么想？女子自古艰难，能走的路没几条，又陡又窄。以我祖母的才华，若是男子，定是经世名医，光耀天下。你能这么想，你祖母也一定很欣慰。可叹我祖母满身手艺，却只能在这闺阁之中操持家务，最多也就是教教我这个不成器的孙子了。哪有不成器？听老太太说，你已经开堂坐诊了。既然是医馆药铺，那我就不祝你生意兴隆，恭喜发财了。祝不得，祝不得。既然六姑娘谬赞在下就多说一句，不要吃冷酒，尤其睡前。没有啊，我不曾。你这到底是做郎中还是做灶王爷啊？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谁叫我成器呢？有了贺家这金口玉言的，保你近日能再生孩子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务必听他的，好好调理。管家的事情就不要再懒着了。你是哭也好，求也好，装病也好，示弱也罢，快找个由头丢出去。这些年华儿费了多少心血，这才得了个会管家的名声，这怎么能说放手就放手呢？你糊涂。这中清伯爵府日后都是由他家大郎袁文纯承袭，没有华儿女婿什么事。这是他家袁大娘子偏心大儿子，故意折腾华儿的。有道是，管家3年猫狗都嫌。华儿带着个女儿，她做得再辛苦，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祖母说的是，中清伯府开支含糊，我用自己的嫁妆钱填了又填，才铺平账，何苦来哉？他们袁家一个堂堂伯爵府，竟然有脸用媳妇儿的嫁妆！来人，来人，快去讨车！我要去袁家理论。母亲，回来，消消气，回来！天下事，若讨价赢了，就万事太平。那燕云16州早拿回来了。我是没见过这种有脸用媳妇儿嫁妆的天皇贵胄人物。谁家没有龌龊账？几个闲钱的嫌弃就不要提了。你姑娘身子弱，累不得，甩了管家的事，仔仔细细养着，照着贺家的方子吃药，生个孩子才是正事。祖母你也别气，母亲和如儿一个脾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我往前回来哭的时候，她还说要去袁家闹个天翻地覆呢。以后受了委屈，生了病，就该回来说才是。不要把书读迂腐了，自己畅快才是真。祖母，我这次回来也疼疼弟弟妹妹们吧。我听说过2天在新正门外金明池边有场马球会，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，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。这景龙门、昌河门、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，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。吴大娘子的马球会那是多大的事儿，到时候多少官眷娘子会到，全是想看看在世男女孩子们的。这么好的事儿，你偷偷说给我知道不成吗？偏偏要当着老太太的面直愣愣地说了。这下好了，3个篮都得带上，明篮带上也就罢了，
偏偏要带上那贱人的女儿。她要是攀了高枝，你母亲我能活活气吐血来。哎呀，母亲，那你就当是为了小六的前程谋划呗。刚才祖母让小六跟贺家的孩子相看一番，这小六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夫家，那祖母心里也高兴了。我自从得了一个女儿后，多年未有身孕，祖母不惜脸面替我去找贺老太太请治，又替我谋划，还让小六出来挑担子管家，这家里的钥匙才没落到林小娘怀里。这都是祖母待我们好，我们多替小六谋划着，也算是报答祖母了，是吧？你总是有理，准备准备，那就去吧。哎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